欢迎持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国际间非常关注的乌俄还有美国。这川普不是说要调停吗？调停到现在不知道调停到什么状况了。好，现在呢最新的发展是泽伦斯基跟川普两个人又再次见面了，他们这次再度在白宫举行。上一次是在3月1号，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日本出国，在这个日本看网路看的哇吓叫，这两个人居然可以撕破脸成这样。就这次不一样哦，这次比较和缓了。好，因为还有多名的欧洲领导人一起来会晤，但他们有分3个场合哦。好，那美乌领导人也先举行了双边会晤哦。泽伦斯基再见这个川普，这次穿西装了。好，川普跟记者都夸说泽伦斯基很帅呢，然后川普说不再送，而是卖武器给乌克兰。反正呢，全部都是大家关注啊，不管是百度热榜还是微博热搜、今日头条，大家都在看这两个人怎么谈。好，所以我们也带大家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穿着西装喊感谢，泽伦斯基放软姿态了。好，那希望川普出席3方会谈。好，来看看到底他们的状况。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on I you. said the 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now he's I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You look wonderful. No, my first question for you, President Zelensky. In the same suit. You see, I changed. You are not. 哇，真的是稍微和缓，不是稍微和缓这个笑声不断哦。那大家就是嘛，这个双方的气氛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今年2月双方因为泽伦斯基的穿着引发了一些争议哦。那川普当时也直言说，乌克兰领导人不懂感恩，不够感恩。好，那现在呢？川普说 OK 了吗？因为外媒报道说他愿意跟泽伦斯基来会面，这当然会是重大的一个进展哦。消息人士说，普京表态愿意跟泽伦斯基坐下来聊聊，而且为乌俄战争的落幕来迈出一大步。好，但是一轮在看这个乌俄战争尤其是川普进来调停之后，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变化很快可能明天又是不一样的结果，还是要持续关注。好，泽伦斯基白宫会，川普不排除类北约的部队进入乌克兰。好，乌克兰承诺要付3兆元的保护费哦。好，那这个是在美乌谈判的新安全协议当中可能承诺以欧洲资助的形式，向美方买总价值100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3兆元的武器，那对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的保证关键筹码。那川普也说了嘛，我们要着手安排乌克兰跟俄罗斯总统见面的事情。他认为1到2周之内，大家就会知道能不能解决乌俄战争的问题。好，那我们看到说美乌跟美乌欧领袖会谈的前夕，其实川普就有自夸自己回任总统6个月就化解了6场战争。好，那这个战争要他细数一下。好，有人说川普看起来只想要诺贝尔和平奖啦，那包含的是说什么印巴边境冲突啊，推动泰检对话啊，与普京会晤啊，还有敦促同意乌克兰的停火等等哦。那但是很多人说看不到任何一件真正的和平协议的签署啦，他自己认为啦，他有化解啦，但这化解常常是这个只看到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实际的结果。好，那川普是不是羞辱北约国呢？因为这个欧洲7巨头依次的到达了白宫，那最先抵达的是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但是川普并没有迎接他所以被认为有一点点怪怪的。好，那路透就说了，川普其实有突然的改了规划他说川普跟泽伦斯基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还有欧盟跟北约领袖在会谈时有中断会议，致电给普京那原本安排是川普会谈之后才要致电给普京的，所以他竟然在会议当中就中断，先打给普京。好，到底要谈什么呢？我们7个欧洲的领袖为何要到白宫？现在大家就说了，其实是为了怕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存在嘛，毕竟这个3月的时候2个人谈的不是很开心。好，那欧洲领袖可能想
预防川普受普京左右而损害欧洲利益的风险，然后进而分化北约，好，并希望确保川普不会太偏向俄国，并且不会试图的迫使泽伦斯基签下一个最终导致乌克兰崩解的协议。好，但我们刚刚看到他中断会议还去打电话给普京哦，所以这变数恐怕还是有一点大。那普京现在到底信任谁呢？他信任美国吗？恐怕信任只有中国哦，因为中国外交部也有谈到双普会，像是毛宁就说了，中方支持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那也乐见双方保持接触，那改善彼此的关系，也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那也说这个普京提议中国要担任战后的担保国。那普京确实有表示说愿意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但他认为中国要成为担保国之一是他的一个重要前提。那另外93中国这边要阅兵了，也说有邀普京哦，那说这个欧盟驻中使节可能会出席哦，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因为考量到普京的这个出席的计划，那俄军可能会参与其中，所以驻北京的欧外交使节就在讨论是不是要缺席哦，不要这样子碰面。好，我们首先请教教授，这次欧盟的总共有8个国家哈，欧洲的几个大国，德英法意这4个大国。在外带一个芬兰，芬兰是国土面积大、人口小的一个弱国，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呢？因为他是那个川普的干弟不是那个朋友了，球友，球友，就是帮这个陪那个川普去打球的干弟，很会打球的就是他专门来陪这个川普打球，来缓和如果一旦川普跟泽连斯基又吵起来的话，它可以做缓冲剂它的本来的功能就在这里。那另外还有2位左右副法，一个就是北约的秘书长，但是因为他是北约的秘书长，层级不高川普因为北约的老大才是川普，所以川普不可能我这么大的官来接一个我的秘书长，所以这个不算失礼但是冯德莱恩他是欧盟的执委会主席，不过他是无权无兵又无钱这个败事有余，但是成事不足的这样的一位，那他也是可有可无。可是他们来有象征性的，一个象征北约，一个象征欧盟的代表人物。那最主要的还是德英法意那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来支撑这个泽连斯基。为什么？因为之前他们一直要求川普跟普丁会谈的时候，要先谈停火，也就是说，川普必须要给普丁施加压力，立即停火4个字。但是当川普跟普丁谈完了以后，是先谈这个和平协议，然后他们认为一旦和平协议达成了，当然就会停火了所以和平协议先谈，停火自然就没了。但是如果停火了，不一定就真的会停火。像以色列跟哈马斯谈完停火继续打以色列跟黎巴嫩谈完停火继续打，所以谈完停火继续会打，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但是签了和平协议，打的可能性就低了，谁打责任就在谁。好，那所以这个对欧洲人来说的话，那怎么可以呢？因为我们当初讲好的就是先谈和平，先谈停火嘛。但是现在开始看起来，这个川普的态度很坚定了。第一个，谈和平协议，不谈停火。那如果你们要打，你们请便自行打，打完了以后，但是和平协议继续谈。可是美国不给援助，不给钱，不给武器，你要武器，你自便，钱准备好跟我买，我再卖给你。但是我不会优先送给你，是我先把我的弹药库满了以后，接着我才送给你。所以它不是排第一优先权。很多的条件啦，对不对？而且感觉就是反正你现在我就是开条件给你，要不要接受随便你啦。将军，我们看昨天这场就欧洲这7个国家加泽连斯基跟川普的会谈，你看泽连斯基其实他不再穿他那件战斗这个 polo 衫，换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就跟他表示说，我跟川普讲说，我真的答应你不再打了，因为他以前穿的这件战斗衫，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到联合国到什么地方去，他都讲一句话，他说除非说我乌克兰战胜不再打仗，不然我不脱下我这件战斗衫，你现在脱下来了。那你知道
川普看到他穿这件，上次去的时候他穿这件，不是被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说你穿这个不礼貌吗？其实美国副总统不是说他穿不礼貌，是说你干嘛还要来打仗？早就叫你不要打了，你不要老是把我美国拖下去。其实背后的含义是这个语言。你看他昨天穿这一件，他其实也不是西装哈，他那种有点像蜡装哈，有一点算是比较正式一点，半正式，但是毕竟不是西装。但是川普一看他很高兴了。川普说：“我喜欢。”马上说：“我喜欢。”就是他表示说：“哎，我这次我答应你哈，不再打了，我也打不动了，我不再打了。”那这个川普看到说：“你答应不再打，那我就我喜欢哈。”那你知道中间哈，川普这个丢下那几个这个欧洲国家领袖去跟普京通电话，你知道他电话里面讲什么吗？好，我跟各位讲，你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对话？这个他跟普京讲说：“哎，兄弟啊。”泽连斯基我搞定了，欧洲那几个我也搞定了。他不要忘了哦，你到时候要提名我得诺贝尔和平奖哦。普京怎么回答他？普京说 ：“OK， 没问题，记得把泽连斯基礼拜五带到莫斯科来签和平协定。”什么叫做和平协定？你知道什么叫为什么不停战直接签和平协定？如果说哈用大白话讲，这个和平协定，我问一下，什么叫这个和平协定内容是什么？都是普京所提的，川普。或者欧洲国家有没有提什么条件？完全没有，6点全部都普京提的，这叫做什么？叫做投降输一半。为什么我这样讲投降输一半？普京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是答应把北边那2个州全部撤军留给我来讲话，我南边这边我就可以冻结战线，不再进攻。那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说你不撤军的话，我南边就继续打，南边赫尔松那边打到哪里去了？打到敖德萨。打到敖德萨以后，整个乌克兰就变成一个内陆国，所以我觉得普京讲这种话是真的是在威胁的话。当然了，大家回想一下，川普在阿拉斯加见面的时候，临走的时候，他们有讲了一个，大家不要以为是开玩笑，莫斯科见。我们看礼拜五会这个川普带着泽连斯基到莫斯科去签这个所谓的和平协定，会不会就去签字？好，我是蛮期待的，因为这确实也讨论很久了。洪庭。我看很多的报道都提到，就是说在普丁跟川普的这个谈判当中，那普丁是占了上风，那川普基本上感觉还有人讲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丁的 broker， 但事实上坦白讲，确实就是说普丁在这整场谈判里面，他最大的底气就是川普，而川普一开始的态度其实表明的非常明确，就是我就是要你们停战，然后你们就是必须要做出一个和平协议，如果你们不做，那对不起，我美国退出。那没有，那北约跟乌克兰当然没有人能够承受美国退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可以看到这场会议里面，坦白讲，大家各自表述，虽然试图的去营造出一个看起来比较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其实并没有谈到很多重点。而且刚才将军所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川普在这中间，按照现在的新闻报道，川普在这中间出去打电话给普丁，而这个电话通了40分钟啊。但他们里面整场会议看起来也才多开1个小时多而已，表示什么？表示川普跟普丁讲话的时间可能比跟这7国的元首讲话的时间还多。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做法，你可以说是很有效率，但你也可以说很单边主义，因为通常这种事情需要很多幕僚的单位去协调，法院啊，任何的这些谈判的这些依据。可是如果是直接两边的元首直接谈，那只能谈一个大概的概念性而已。所以从这里面，我并没有那么看好这个协议最后会签成。最大的理由就是说，在国际法里面，这违反了太多原则了。因为联合国后来的成立，就是说你不能够承认武力夺取来的领土是人家的啊。还有再加上当年1994年布达佩斯的备忘录，美国、俄罗斯跟英国共同成立说，乌克兰你放弃核武，但是我保护你的边界安全。那今天如果美国、俄罗斯大家一起合力去做一个这样的和平协议，那请问当年那布达佩斯备忘录变成什么东西？你当初这么多当事者做出来的承诺，而现在被打破了，那这个是蛮离谱的事。所以我认为普丁可能希望边打边谈，因为打对他来讲是更有利的，因为领土会越打越多。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很多人在看国际局势上面其实也蛮关注在印度跟中国之间关系，印度跟美国之间关系其实真的是
有点剪不断理还乱哦。我们先来看哦，中印关系现在又越发密切了，包含的是王毅，我们知道他在8月18到19号要访问印度。王毅现在是中国的外长哦，他又再次的接任了外长。好，那他跟多尔瓦一同参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第24次会晤，那也会跟莫迪还有他们印度的外长苏杰生来进行会面。好，那印度总理莫迪呢，则是计划在8月底到9月初要访华，那出席在天津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王毅会晤印度外长呢，当然两国就说互视伙伴跟机遇，而不是对手或威胁，说一定要排除干扰啊，那巩固中印关系来改善颓势。好，那印度外长则是说我们中印两国的关系相当的稳定啊，那我们也符合两国的利益，那也希望跟中方深化政治的互信，还有共同维护边境的这个和平安宁。那我们看到中方的毛宁他是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是说王毅3年来首次的访问印度这是一个新的契机。他说这个会跟印方一道努力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一个重要的共识，说要处理一些分歧。好，这看起来是一个春暖要花开的状况了吗？好，苏杰生也就是印度外长跟王毅说，我们中印的边境一带的紧张局势，双方都必须要降温跟撤军有讲到一个军事的敏感点了。好，王毅要会见莫迪，那要铺路的是习莫会吗？好，那是说中印两国必须要遵循3个互相尊重、互相敏感、互相利益。那王毅访印聚焦在边界问题，那大家就说中国、美国跟印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关系，因为印度关系陷入僵局，美国助力印度重新向中国靠拢，也就是美国他现在好像是把印度推给中国，推向中国去。金融快报则指出，王毅访问期间预计中国跟印度两国将讨论这个争议边境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措施。好，那我们看到印度现在对于美国的关税不知道该怎么办吗？好，为何只惩罚印度买俄罗斯石油呢？美国国务卿讲了，卢比欧说他们现在呢看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不确定是否会直接对欧洲来实施制裁，但显然2级制裁会产生影响。他说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面跟欧洲人来针锋相对，那欧洲人能在这个议题上面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好，所以美国网友自己也是看得很不满啊，说哇，这就是美国对待他们朋友的方式吗？还有人说这是虚伪跟无耻的双重标准才是定义美国的东西。好，那白宫的贸易顾问也希望说，这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石油了，说这像美国战略伙伴的形式应该要这样来做。好，印度政府当然现在在跟俄罗斯还有中国拉关系嘛，那又称说，如果印度希望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就必须要开始像美国战略伙伴那样做事啊，你不要买俄罗斯石油，讲不听吗？好，那美国跟印度因为关税撕破脸所以现在印度也要出招吗？现在有说他要进一步放宽中国投资的限制是他们正在考虑提案的。他界定一些不具敏感性的领域啊，像是制造部门、再生能源跟消费性的产品希望更快速简化的申请流程来获得一些批准。那印度这边也推另外一个来救经济，也就是减税。好，莫迪的政府上周发表了2017年以来最大的税改计划，只要被批准，像是车价还有保险费，从10月开始就会因为减税大幅的下降，所以像是消费者、车商还有保险公司就可能会成为税改的最大赢家。好，我们就知道这个关税对于印度来说确实相当头大，它也一直不断在对抗。那现在路透也民调上面看到川普的支持度只有40%那这是数字是第2任期的最低点相同那反映民众对他的政绩不满情绪
还在持续的升高。那另外彭博社也说，像是这个关税协议迟迟没有兑现，所以美国的贸易伙伴还在等减税。我们看到英国，它现在其实面临了25%输美钢品的这个税率那两国在之前都还没有达成这零关税，也都还没有执行，有达成零关税，但还没有实行。那韩国的话是最终是降到了15%嘛，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车企现代跟起亚在今年还会面临一个5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那日本则是希望美方能够尽快的签署行政命令，德国则是欧盟跟美国的协议到现在还没有为德国的汽车业厘清或改善状况所以美国的贸易伙伴就算签好了，就算谈好了，也相当担心。好，我们再来看到 CNN 有讲说，美国数周前一改技术管制的政策，解除了 H20的晶片销中的禁令。那之后，北京又称 H20的这个晶片构成国安的风险，所以甚至还传唤说，人工智慧晶片巨破辉达高层来说明，而且敦促中企要避免用这款的晶片那中国这边则是有说看起来这个情况很复杂所以要延长对欧盟乳制品反补贴的一个调查期限说这个为期1年，将在本周四届满，特殊情况之下可能还会再延6个月左右的时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关税战就算有一些部分是谈好，但还是针锋相对的，很明显。哇，那何况台湾我们呢？好，首先请问教授。中印关系的变化其实并不是从这个川普开始的因为去年这个拜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那最主要是美国的拜登跟印度产生变化，原因很简单，就是印度莫迪试图要去杀美国的几个公民，他们是锡克族的美国人没有杀成。那这个部分里面就使这个拜登他必须要去面对了。因为他成功的杀了加拿大人，那杜鲁多也跟拜登告状，希望拜登帮他主持公道。拜登当时的态度就是说，你就忍一下好了。但是等到要杀美国人的时候，这个对于拜登来讲的话，他就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对，那一旦大小眼发生了，那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降温的情形下，莫迪在去年的喀山会议他就跟习近平就见面了。他就开始要缓和跟中国的关系，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印关系变坏，印度又投机取巧的往中国这边移动了。那今年我们看到更明白了，美印关系因为关税变得更恶化了，莫迪就加速要跟印度这边跟中国的来往，所以莫迪就宣布他们要去参加这个上海合作会议在天津召开的，那就是7年以来莫迪第一次又再度的访问中国。好，那当然对大陆来说的话，就是缓和跟这个印度的关系对大陆没有不好，所以因为两国的边界370公里，到目前为止边界都还没有划清楚，而且还有冲突。如果能够缓和跟一个14亿人口的印度的关系不要变坏，其实我想大陆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并没有寄望要变好。但是不要变坏，稳住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王毅这次到印度去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就是看看印度的诚意到底有多少，那在评估中印的关系可以走到什么阶段。所以一定会问的是，莫迪到中国来，希望是什么样的接待方式？那就要看你印度想要跟中国大陆走到什么程度，然后有没有可能参加93，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大部分的上合组织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参加93阅兵，但印度除外印度除外。那所以很明显的，例如说像俄罗斯他们都要去了嘛，然后中亚国家白俄罗还有就是哈萨克他们都要去参加，还有他们所邀请的客人，例如说东盟的，您刚刚有谈到了有关于东南亚的这个印尼啦缅甸啦等等，他们的这些领导人被邀请去参加会议的，他们也都要去参加93，但是印度不去。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在磋商的一个问题。有关于这个2级制裁，为什么美国大小眼？第一个，因为欧洲也有跟俄罗斯买石油天然气，所以印度很气的地方是在于欧洲也有买，然后这个大陆也有买，
那为什么只制裁我啊？然后美国的态度就是说，哎呀，我们跟欧洲贸易额那么大然后我们目前这个关系很复杂，所以我不能制裁欧洲了，所以欧洲就先放一边。那印度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呢？他说那大陆绝对不能制裁啊，那为什么大陆不能制裁？我制裁他，他就制裁我啊，我们的贸易战又打起来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跟美国打贸易战，但是唯有中国大陆敢啊，欧洲都不敢，但是大陆敢。那对美国人来讲，我怎么可以再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所以大陆不能制裁。最后一个理由是说，如果我制裁大陆的话，那石油价会上涨。他不跟俄国买，他往中东地区买，油价一上涨，我的通膨不是就失败了？所以我想对美国来说的话，算得清楚，伤害自己的利不可以，但是欺负印度倒可以啊。对，所以印度才那么不开心啊。对，他就是你活该被我欺负，不然你要怎么样？我就是陈水扁，没利息面了，这就是陈水扁的名言。所以关系才会持续恶化。洪庭。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在看川普的第一任的时候，大家都提到，就是中国大陆最喜欢川普的第一任，因为他在整个国际组织里面退出了40-50个，然后中国大陆进来这40-50个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去做主席。那没想到川普的第二任比第一任更夸张，他不只是退出而已，他现在是在攻击他的战略伙伴。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刚才美国对印度讲的话，就是说，请你表现出一个像我们的战略伙伴的样子。我觉得穆迪心里一定在讲说，这应该是我跟你讲的话嘛，对吧？你怎么会先攻击我的我是你的战略伙伴，你怎么会先用贸易战来打我呢？先用关税战来打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中印整个关系里面改变的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对美印关系里面改变最大的差别，当然也间接的影响了中印，因为他把印度推往中国这个方向去走。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直接有利益上的冲突，那所有的，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像北约可能有这样立即上的这样子的利益上面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采取一个观望的角色，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川普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相对可靠的伙伴。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所表现出来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大家在做所谓的这个平衡的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往中间去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再回去看，就是说，那你川普到底你的关税到底要干嘛呢？我们现在只看到就是说，它最重要的就是大而美法案，可是大而美法案所造成的这个财务的这个损失，比你关税大得多啊，所以最后难怪它的民调会掉下来，因为真正在受关税影响的是一般民众，然后还有其他的他的战略伙伴国家，而真正得利的是美国最有钱的这群人。那川普的制度当然慢慢的基本盘会松动下来。对，但他可能就是要美国最有钱的那一群人，然后他的目标可能是这样。当然，好，将军。这次王毅到印度去他会见2个人，一个是苏杰生，一个是印度的国安顾问叫多瓦尔那见这2个人，当然外交部长对外交部长应该讨论的内容是有关于这个8月底的时候30号31号到这个莫迪到天津去参加上合会议的相关内容跟行程的安排。那见多瓦尔，因为他是国安顾问，很明显就一定是讨论2国边境的问题，那希望能够取得共识。可是平常讲，我一直认为印度不是一个很可以信任的国家他一直在走跳。你看看，要不是美国这次川普拿着关税大棒，对他要征到50%的这种关税来讲的话，你想他有可能这次莫迪会到上合会议来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5月份的时候，他刚好跟这个巴基斯坦刚好打了灰头土脸，打了一场空战，被击落了6架战机，然后他一直在怪中国，说都是你中国提供给他那些这个歼10战机，提供给他霹雳15导弹，害我战机被打掉，他对中国会有好感吗？第二个，大家不要忘，再远一点，印度是加入什么？就是日本、美国、澳洲还有印度所谓跨太平洋的所谓的4方会谈的组织，那这很明显，你从地图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这4个国家，日本这个关岛那边是美国南边这边澳洲这个印度就是将中国作为包围，就是明显对抗
对付中国的一个组织。然后上个礼拜，在前2个礼拜，印度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去跟菲律宾联合军演呢，在南海那边联合军演，帮菲律宾撑腰啊！你说这国家，你说现在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说是很有诚意跟中国做朋友？我觉得不太可能。尤其是还有一点他不要忘了，他还把布拉莫斯导弹卖给菲律宾，借势要来赚钱。我觉得今天莫迪会到中国北京来，是完全是被美国逼的，当然也要怪美国自己。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到先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现在关心什么呢？我们台湾到底是棋子还是棋手在2月的时候，赖总统曾经讲过说，我们台湾是棋手。好，但是现在川普不管是关税啊，还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我们大家都在看说他在国际之间怎么样来操盘，牵动着台湾的局势。好，不过我们先来看赖总统在最近他跟萧美琴接见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的访团。好，他说日本跟台湾的情感深厚，期待台日的关系持续深化合作，为双方的经济产业带来了双赢。好，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局长中曾根就说，台日双边已经处于一个史上最好的阶段了，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携手的合作。好，那赖总统的这话，大家觉得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复制贴上，因为之前有见过乌克兰议员，他也曾经这样讲。好，但是现在乌俄的这个部分也在谈判嘛。好，那赖清德当时是有讲说，坚定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好，所以自称是棋手下棋的人，我们的赖总统怎么看乌克兰现在跟美国还有俄罗斯的关系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乌克兰已经快被美国卖掉了，那我们能帮乌克兰吗？我们不是说要站在一起，怎么帮呢？好，大家充满了疑问句好，那当然也看到于北辰又再爆金句，他在政论节目上又宣扬说，国军的照明尾车说亮灯60万的这个流民说棒球场一盏灯就是60万流民，作战的时候瞬间亮度会让敌人睁不开眼睛，那把共军部队的夜视镜一瞬间烧掉，全部烧掉。好，是不是我们用这个照明灯来帮乌克兰呢？不知道，但是他这个金句又让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说，这个对岸打不赢台湾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于北辰的这番言论给笑死。于北辰的金句很多，所以这个馆长他也是觉得蛮特别的，他有做一段他有一些话语在他的直播上面，有人做了一个这个段子来给大家看。你干得好，于北辰，你的才华让我嫉妒，让我双手控制不住想给于北辰影响。他是恶意，所以他身上有教育。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那一天，他就说，我于北辰单挑一边，仇恨值太重，全部追着他3天，所以他比老公争取到3天的时间。大在雄宣扬，等他稍微凶你，你就去拜冤枉。我还以为你会有多坚强，看看我们北辰将军到最近开始癫狂，我们都集中之大，一烧一箭打下，后面就塞车的人一台一台让我们打。好，这个馆长的这个话语，他其实原本是直接讲但是有人把它后置剪辑之后，蛮多人说真的很厉害，很会剪。好，不过讲到馆长呢，我们看到绿营现在对于馆长很感冒因为馆长现在从深圳开车前往澳门他也盛赞说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超级强。他说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狂魔。有人常说中国大陆要武统台湾，但有射过一颗飞弹或是一颗子弹吗？反观美日则是偷台积电的技术，要求台湾赴海外设厂。他说真正欺负台湾的是美国跟日本是美国跟日本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许志杰，也就是民进党高雄的立委，他说别再以馆窥天这馆用馆长的馆。他说我们有无人机灯光秀明明高雄每年都有在美丽的灯光秀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为馆长说话，他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嘛，这立委干嘛一直提他是要干嘛？管好自己好吗？他说是不敢想象说这样都能争高雄市长说民进党真的让人厌恶。好，那当然馆长有他的一群死忠粉丝嘛，所以欺负了馆长，当然这个绿委就会被
反对。好，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徐小新也特别说，您也别忘了只记得有容乃大，所以就特别也反讽了一下许志杰。好，馆长当然自己知道，民进党现在很针对他，他怎么说的呢？我们再带你来看一下。我说什么话，需要整个民进党需要一个政论节目来回答我。哦，馆长，你不要认为自己那么重要，你针对梁文杰。请问一下，你们这群人应该为民服务，每一天不是？我们来开一个政论节目，我们讨论的不是台湾的未来，我们讨论的不是，我们来讨论馆长为什么一直要骂梁文杰？馆长是总统吗？馆长是台北市市长吗？好，真的，大家好像都觉得说馆长确实有一些魅力啦，他有一些粉丝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绿营对他是有一点感冒。好，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岸的情势，美国当然有在从中做一些调和顶鼐吗？好，美国的前大使叫做赫奇森，他说，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表现出软弱，那如果俄罗斯也没有因为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受到足够的惩罚，习近平可能就会把它当作说这是夺取台湾的一个好时机哦。他认为这是在盘算攻台的剧本。好，那馆长现在呢，是不是有个伟大的使命哦？他说，交流是两面的。他说现在两岸和平大使就是要两边都顾，不是只做给台湾人看哦，那要把亲和力展现给中国大陆的朋友。他说，你看我每一个都弯腰，每一个都握手，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他们，台湾人是好的，不要战争。他说他是在保护你们这些，也就是台湾人啦。好，当然有些人是不认同他的这个相关言论哦，但他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好，那我们看到9·3的这个北京要阅兵了嘛？那东南亚出席的层级有提高。我们看到南华早报有报道说，像是印尼的总统，还有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出席哦。那越共的2号人物国家主席梁强也可能会出席。那此外呢，这个欧洲国家使节据报正在讨论不出席的计划。好，那现在说这个东南亚的领导人要出席的话，是因为给中国面子。分析就指出说，跟10年前相比，这个阅兵相比东南亚国家这次派更高层级的代表，就是为了展现给中国面子。北京也要借着这个场合来展示国力。好，确实现在这个馆长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氛围所以两岸的话题真的蛮多的。洪庭。我觉得先讨论一下俞北辰就是最近在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常常开始掀起一股怀旧风，大家在看以前那个综艺节目叫《施主席的轰趴》，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那个实在太好笑了！以前讽刺阿扁的时候，居然可以骂到什么全家都 A 钱还可以编歌来唱，都没事。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奇怪啊，当年马总统在当总统的时候有施主席的轰趴。阿扁在当的时候，阿扁末期也有这样的一些节目，每一个都在骂当代的这些领导人。那奇怪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那下面网友就讲，第一这个赖清德现在你要是讲这些东西你有可能马上就被抓走了，讲一个程序走了问号，对不对？4个小时就被抓。然后第二个在讲就是什么？就说不用你去看俞北辰，他就是综艺节目然后所有人就说，好像对，现在开始这个政论节目也跟这个有一点综艺化。那很多台的这个综艺的政论节目，现在开始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啦，就讲一些蛮离谱的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做评论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 boundary 啦，就是还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边界。你说讲到什么照明尾车烧掉夜视镜，在实务上应该是有可能，但那个范围也不会太大。就是在那个跟战争的影响，或者是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也很难去做所谓的这个比拟。所以。从节目效果来看是这样没错了，但是就是说真的拿这些东西然后来讲，然后把自己以为说自己多了不起，我觉得俞北辰的言论刚好跟馆长最近的这些动作那让民进党会紧张，最大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馆长以前的受众有很大一群人是反所谓的中国，然后认为中国现在是非常非常落后的。那我们最常讲就是说，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你讨厌他也罢，你必须要知道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我觉得馆长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让很多过去讨厌中国的人看到，就是说，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你现在开始对他有不一样的看法，
至少它让你看到一个最真实的样子。而那个样子，不管是它的基建能力，它去盖什么桥啦这些，像我最近就很关心一个，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建设，让我非常的赞叹，就是说很恐怖啦，就是说南江跟北江去打一个隧道，那个打下去，那个基建能力是在零下-30几度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全世界都在观察，就是说它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做到这些部分。那我觉得，不管喜欢他，或不管你讨厌他，或不管你怎么评论他。你必须要了解他现在的这些状况，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客观的看法。我觉得馆长的这个部分，如果民进党现在还用所谓的打压的方式在做这样的，那你跟以前的这些什么资讯封锁这些东西有什么两样？所以你何妨不放开心胸？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当我们在看馆长在中国大陆在面对所谓的中共的时候，他在讲的这些话，他在做的这些直播，它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正在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馆长被统战了，但也有些人觉得说，中国大陆人看到馆长这个样子，他了解到台湾可以自由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或许我们也可以往好处想，我们也在做一个相互的文化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就看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自己的态度。当你心中都是一些有的没的的时候，你看人家也是有的没的；当你心中是开阔的时候，那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开阔的。好，确实哦，这个馆长呢到对岸，大家对于这个统战的言论当然甚嚣尘上嘛，所以馆长才会觉得说他一直被民进党关注跟打压哦，都说他没这么重要，但是又一直讨论他，所以是不是他真的很重要？将军，我真的是很无言哈，我特别要介绍这个照明灯哈是工兵的装备，那国防部要不要出来讲个话？为什么我们国军买了这么好一个装备，然后经过俞北辰嘴巴出来后？是如此的被大家讽刺羞辱，那国防部要出来讲的话，这个工兵装备为什么要有照明灯？我跟各位报告，工兵其实分为2种工兵，一种叫战斗工兵，一种叫工程工兵。俞北辰这高华柱，你放他当旅长，他自己旅里面就有一个工兵排呀，他有工兵排，你问他的旅里面工兵排有没有这个照明灯？我跟你讲，他的装甲旅里面没有照明灯，为什么？因为这属于军团级的装备。为什么它是军团级的装备？也就是说，在战时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机场跑道被炸毁啊，或者是我们重要设施被毁掉的时候，这时候才由军团级的军团工兵营派这个照明灯来开这个照明灯，赶快连夜抢修、日夜抢修，将这个跑道这个修复好。这个是这个照明灯的功用。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照明灯我也用过哈，虽然说我也是战斗部队，什么时候用？救灾的时候用哈。所以说那时候编配给工兵部队，让他们照明灯，就是你如果说是像风灾，前阵子风灾，台南不是断电吗？那时候如果要救灾很多灾民，然后救灾的时候你很多需要有这个照明，这时候用工兵来支援照明灯，好让大家一片光明，可以赶快连夜抢救。这是军团级以上的工兵单位，但不是战斗部队的装备嘛。不过如果说是在战场上面哈，其实我们在战场上对于光线管制是很严格的。譬如说，我们身上单兵带着呢，如果第一线官兵带着手电筒，你连开都不能开，上面还贴着这个红色的灯罩罩着，或者是黄色的，就是降低它的光线度。像在战场第一线开的吉普车，前面那个灯光都要遮起来，只能留一条小缝，将来就是怕被敌人发现。那我试问一下，这个我们第一线的这种战斗部队，光线都管得这么严，因为你在后面开那么大一个灯，你是不是就告诉敌人说我在这里？我跟你讲哈，如果说是你在战场上面，你真的开这个照明灯哈，这解放军会有2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方式，他就把夜视镜拿下来了嘛。哦，他不用，他就不要带夜视，你自己都照亮给大家看了，帮我把路都照好了，我夜视镜拿下来就过来了。都不光了，我就直接对了。第二个来讲的话，对不对？他2发炮弹就把你灯打掉，你自己标明你自己目标嘛。我们有时候经常这个作战的时候，像这个，譬如说是我们要指示飞机，说敌人在这个地方，我要指示飞机，你对这个地方实施轰炸。那我们地面部队会放一个照明弹，或者放一个就是火焰弹丢到那边去，让飞机看到那个位置，那飞机就对着那个烟幕，对着那个光线来实施轰炸。那你现在点这灯，是不是告诉敌人说我就在这里，来炸我，来炸我？我觉得国防部真的要出来讲话，为什么国军这么好一个装备，透过俞北辰讲出来，结果变成全世界这个当做，尤其是对岸当做笑话来看。那当然了，我个人来讲也是，都是我们同一个军校出来，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强调它属于特例，
它真的是特例。因为如果说是我们经过真的是一层一层从野战部队出身的，不会去讲这种话，那是不是他为了上绿营的节目，为了讨绿营的欢心？但你讲的话，其实你如果说好好讲，你说我们有这个灯，对不对？战时的时候，我们如果跑道被炸掉，我们很快可以修复。我给你按个赞，对不对？这是军人应该专业军人讲的话，而不是在里面当逍遥。你不晓得怎么去赞美这个灯，然后居然用这种天方夜谭的方式，我真的讲，俞北辰真是电影看多了。好，这种军事专业的东西真的是不能讲错，一讲错就会被戳破谎言，对不对？好，劳教授，军事专业的东西来自于另外一个自称为是军事专业的将领，然后被另外一位是军事专业的将领，然后来去相互的这个辩论，这个很有趣啊。那刚刚谈到了这个照明灯尾灯尾车用的照明灯是可以用在修复机场跑道，所以等于是这个台湾的机场跑道被炸了，然后大陆的特种部队渗透进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台军怎么办呢？拿照明灯去照死他，把他们照瞎这个就是俞北辰的战法，了不起的。这个是因为我在特战部队待过那时候在救国军，我们是在突击队嘛。突击队我们都知道，因为突击队是速度要快，要渗透，要逆中，但是不小心解放军的特种部队身份暴露了这个都被俞北辰发现了，所以他赶忙的就拿照明灯来把你眼睛照瞎，厉害。这个俞北辰一绝不容易，一绝，我佩服他我们也希望他继续给我们创造更多的话题，从210倍对，就210%，然后到现在用这个照明灯，这个不简单。这个发现跟发明还有战法，它有一种俞北辰特殊战法，就是俞氏兵法，这个可以写下来另外一个，但是因为我们国防部不敢出来批评嘛。为什么国防部不敢出来批评？国防部不敢出来说明，国防部不敢出来去说对不起，我们的这个照明灯真的很困难，很困难，用在战场中去照瞎对方的这个突击队他们的夜视镜，国防部都不敢出来讲，那就是因为他现在是绿营的，那国防部碰到他是绿营的，所以就不敢出来澄清，那国防部自己负责。所以国防部你可以把这个俞氏兵法编入我们的教科书，训练我们的军官学校的学生都要牢记绿营的这个退役军官写的兵法要牢记在心因为他是绿营的。那徐志杰是朋友啦，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跟上一些进度了因为如果你把高雄的夜景拿来跟大陆的夜景来相比因为高雄算我们6都之一嘛，所以是属于一线城市那这一线城市你要跟大陆的一线城市甚至2线城市比夜景，可能都比不上所以我说他要跟上进度。不过我再提醒一个，《纽约时报》都谈了一个问题，《纽约时报》都认为未来中国很有可能是美国救命药的唯一的供应国。《纽约时报》那就代表什么？大陆的各方面的科技的进步，不管是机器人，他们都已经开始在机器人运动赛了。现在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办得起机器人运动赛，所以不要把大陆看成还是那么落后，跟上时代一点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